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阴影怎么做。在 CSP 里面，我们当然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用手画阴影。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种阴影要怎么做。那我先从这个纸张开始示范哦。平常如果在画那个一些布告啊，或者是怎么墙上有贴海报，如果你直接让它平贴在墙上啊，其实就很普通啊。那我们这时候可以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点浮起来的感觉。那我们可以使用网格变形工具，然后你可以在横格顶点数这边，纵格顶点数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打开扳手，找到网格这边，把眼睛打开，它就会显示咯。好，去调整它的这个网格数，稍微的给它有一点点好像翻起来的感觉。那我们再来做一个上面的这个像磁铁的东西哦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磁铁。接着呢，我们先来做这张纸的影子。我们选到这张纸，复制一个图层，啊，把它垫在白色的底下，好，就是你原本纸张底下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到滤镜、模糊、移动模糊，好，模糊量调高一点，你就会发现它的影子越来越长。模糊角度调整一下，就像这样子。那模糊量不用太多，然后你可以调整一点点角度，让它主要集中在往下的投影，这样子。然后半透明，就很像影子。那你说，好像还是有点差。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再继续用网格变形，针对这个影子再稍微做一点点的变形。比方说上面它比较紧贴墙壁嘛，那我们就让它藏起来。那如果真的还是觉得好像还有点差，我们就使用橡皮擦工具，轻轻的把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擦掉。所以我们纸张的部分的影子搞定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两颗磁铁，一样，我们先复制一个图层，给它填黑色的影子。接着我们到滤镜、模糊、移动模糊，马上就出现效果了。那这样子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像是不同角度的光的影子？因为我们的纸张是从上，有点像是从上面往下照，这个的影子也跟着它差不多角度。接着我们再调半透明，改一下影子的颜色，那这样子看起来就会比较透亮。同样的做法，你也可以应用在像这种杯子的效果。我们可以先复制一个杯子，那我个人是推荐你可以先把这个杯子变黑色的，让它变成影子，再躺倒会比较简单。好，那有些地方超出的，我们就可以先不管它，等一下我们用橡皮擦擦掉就好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的马克杯的影子就完成。那我推荐这边，我们先多保存一个影子的图层。这里有2个影子图层。第一个我们先做模糊、移动模糊。那我们可以稍微把模糊量调高一点，来确定一下它的角度。大概这个角度差不多啊，这是一个。那接着第二个，我们刚才备份的这个影子，我们到滤镜、模糊、高斯模糊，稍微做高一点、大一点的模糊效果。好，我们现在有2层影子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它半透明，把高斯模糊有些太明显的地方，可以擦掉一点，这样子可以帮我们的那个影子增加一些层次感，就不会说都是一样的深度或者是一样的浅，因为在做移动模糊的时候，原本的影子的颜色会变得比较浅一点。我把2个图层都有擦掉一些，因为如果只有一个移动模糊的话，会像这样子。那加上我们原本的那个高斯模糊就会深一点。好，那一样合并之后，我们把这角落这边擦掉，然后给它影子的颜色，然后用色彩针织，好，像这样子就完成咯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影子的教学，谢谢大家。